Come here, サンダーサトル。チェンジグランバード。哦，是的，孩子们，这可真是令人感动。嗨，大家好，我是戴。那么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这款玩具呢，就是来自我们《勇者指令打鼓奥》系列里面的莱梅嘎代桑达打鼓，我们的闪电打鼓奥啊。这款玩具呢，是这周还上周来着给大家拍过一期开箱的视频啊。那期视频开箱就是我们视频中这一款。还是比较喜欢这款玩具的吧，因为它确实是弥补了我当年没有玩过G1冲天炮的这个遗憾啊，毕竟它是冲天炮改模过来的嘛。哇，一个模具唱完2个 IP 还是很爽的。那么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这个外包装吧。首先就是一个说实话很大的一个开窗啊，这边就是我们里面能看到一个小人啊，垒起了它这只摩托在这个地方，然后上面这个大开窗是能看到我们这个穿梭机的。然后这边就是我们这个玩具的实拍图啊，我就这样看起来很帅的，这个颜色也是看起来很新啊，没有掉，还是很黄的一个颜色。然后这边勇者指令打鼓奥，然后这个是穿梭机，然后和这个白色的这个摩托进行变形，然后2体合体啊。然后下面是 DX 雷鸣合体，然后闪电打鼓奥这边是我们雷这个闪电雷的这个皮套啊，当年是专门做这个皮套的，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侧面啊，就是跟正面一样，是一个玩具的实拍图，下面是一个哇，这边是宇津美雷，然后16岁高一啊，这边是有一个简单的介绍。然后背面的话就是这个老玩具特有的，后面就要给你搞一大张这个图片，这边是载具模式和这个机器人模式，然后下面是这个打鼓闪电，然后雷鸣合体。然后这边呢就是有写一些小玩法，首先就是它单体可以变形，然后还可以和这个火焰珍宝机进行合体啊。然后另一边就是雷鸣合体，闪电打鼓奥，然后侧面和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好，那么差不多包装呢就介绍到这边，我们来取出里面的这个内容物。然后打开包装侧面可以看到，这边是有可以让你剪下来把玩的一个小纸片的，也是勇者系列的传统了。你可以把这个裁下来之后放到你的这个 Dark Commander 里面啊，打鼓指令器可以进行一起游玩。好了，那么惯例呢，给大家呈现出包装里的所有内容物啊。首先就是我们穿梭机的本体，然后上面是有把枪卡在这个地方的，然后就是我们这个摩托车本体加上我们这个雷的小人啊，再加上我们这个脚架。脚架在这个穿梭机形态下是可以当做一个支架使用的，然后我们这个人形的这把武器啊是一把枪啊。如果大家想购买这款商品的话，请不要买到缺件的了。好了，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 Thunder Bike 闪电摩托车的一个表现啊。我们先来360度旋转看一下整体的表现。哇，整体来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涂装是比较丰富的，这个黄色的、红色还有黑色的涂装给的是比较满的，然后正反面都有涂，然后这边稍微有一些银色的这个点缀啊，看起来还是有一点这种警笛的感觉的。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宇宙警察的缘故吧，所以说它这边是有一些这个警笛的。然后我们取下这个雷来看一下这个雷的表现。可以看到它身上的涂装是真的不马虎啊，甚至脚上这边这点小小的黑色也没有落下，差不多就这样子。然后把它做回去，然后它的一些可动表现的话就只有轮子了，这个4个轮子都是可以转动的，然后这种推车的感觉是很不错啊。那我们可以快进到它的融合合体。
好了，我们这个打鼓闪电呢也是变形完成了。整体来看，这个手还是偏短的，毕竟是变形结构的这个需要嘛，所以说也没有办法。那我们来看一下整体这个大小的对比啊，我们拿出这个天尊世代第1级的这个擎天柱啊，来看一下，可以说相当于一个小D级的这个大小啊，虽然稍微矮了一点点啊，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从下看到上，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感觉。哇，整体东西还是不小的。然后看到这边有些贴纸的点缀的，然后来到这个可动的表现啊，可动表现就比较的简单了。首先头部的话，其实如果你想有的话，因为这个变形结构的需要嘛，但是这个相对来说我这只比较松啊，所以说等于是没有了。然后手部的话，这边稍微有一点平台的，也是因为变形结构的原因。然后手肘这边往前可以达到90度，然后腿的话就是可以进行这样的弯折了。哇，还是比较的可怕的这个腿部，但是它双腿因为是并拢的缘故嘛，所以说如果其实你有这个可动也没什么用处啊，对于这个摆造型来说。当然它之后的这个大合体来说，它是要把脚翻上去的嘛，所以只能是说为了这个合体而做的牺牲了。然后头部的话还是比较帅气的啊，这个微微一笑的感觉，然后头上是有一块黑色的涂装的啊，这个忘记掉了，这边这个东西是要翻下去的啊。这个灰色的部件，不好意思啊，刚刚有点忘掉了，因为这块真的是非常容易忘掉。然后胸口的话是一张这个标志的贴纸啊，是一个比较抽象的一个闪电的图花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这个模式下的话，它是不具备任何武器的啊，因为它甚至手上也是没有留这个插孔的，它什么都握不了。然后雷的小人的话，后面的话就是没什么用处了，毕竟它机器人模式下是和这个人融合合体嘛，融合在这个机器人里面。现在它就是雷啊，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接下来呢，来看到我们这个桑达萨托鲁啊，我们这个闪电穿梭机啊，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本体的表现啊。这个镜头有点朝上了，我们再来一点。那这把武器呢，在这个穿梭机情况下是没有办法搭载在这个身上的，所以就把它丢到一边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本体啊，本体从这个来360度旋转一下吧。哇，是有点缝啊。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从上面看就是这个样子啊，从下面看就是这样。哇，整体上这种包裹感还是很不错的啊，除了这个腿是稍微有点暴露出来以外，几乎是看不出什么人形的这种区块的。然后这边机窗也是有绿色的涂装，然后这个机头也有一些黑色的涂装啊，这个涂装还是很漂亮的这种亮光的质感。然后后面贴纸的话就是这个样子啊，有个打鼓的队徽，哇，还是很不错的。然后下面的话是装了一个这种脚架一样的东西啊，这边是后面有一个合体玩法的配件。当然，如果你没有这个配件也没有关系啊，因为它自身是自带这个脚架的，就这个起落架往后面这个一卡，哎，这边就可以和后面两个起落架是有呼应的，就可以平稳的这样放在平面上了，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说实话，这个零件其实可有可无啊，对我来说其实是这样的，然后呢，可以实现一个小小推车的作用。那么来详细说一下刚才说到的这个合体的玩法，先把这个脚架装上，整体是个尼龙材质，还是摸起来还挺舒服的。需要拿出我们这个主角的火焰珍宝机啊，就可以实现一个搭载的作用。然后这边需要的就是把这两个卡扣的位置卡在这个火焰珍宝机这两个地方，这边是有卡扣的。好，我们来试一下。啊，可能是先装脚架再装这个穿梭机会更加方便一点啊，因为它前面这个卡扣确实是有点紧啊，但好在它是尼龙件嘛，所以说整体性质比较软，就不用担心有很大的损坏之类的。然后这样就实现了我们这个运载机的一个模式啊，就是我们这个火焰珍宝上面拖了一个这个穿梭机啊，还挺猎奇的这个造型。
当然我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是运载机上面拖了一个这个穿梭机的样子。那么整体来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我们来旋转360度。我们这个电才挺丝滑，以后可能会买一个什么360度的这种转盘之类的来给大家拍视频。那么说到这个打鼓闪电的模具，又不得不提它的前身啊，也就是这个胜利之斗里的G1冲天炮。然后因为这款模具是用G1冲天炮来进行改模的嘛，然后这边放一张图跟大家对比一下，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整体改模的地方其实不少啊。首先就是充电炮这边是没有这个盒子啊，充电炮是直接一个直装的一个插槽，然后充电炮玩起来的话，那个可能会有脱出的风险啊，牢固度不是很好。然后这边设置了这个白盒子之后呢，然后就是一个齿轮关节的运用，它整体上这个把玩的手感是提升很多啊。然后就是机翼的部分，充电炮这边其实没有那么厚的机翼啊，充电炮那个机翼是相对比较薄的。然后充电炮这边的这个一管枪也是给取消掉了，变成了这个折起来的这片机翼啊。然后第二处呢就是这个机头的部分，机头的部分充电炮其实是没有这两片黑色的机翼的，我们把它拔出来看一下吧。然后比起充电炮这边也是多了一个这个旋转的机构啊，是为了把这个闪电打鼓胸口的这个文章给这个显示出来啊，所以说多了一个旋转的机构，然后也是多了一个整块这个零件嘛，可以往上这个进行拖拉之类的玩点，是充电炮没有的。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就没有什么特别明显改模的地方了。除了这边充电炮这边是有张这个机械结构贴纸啊，当然打鼓闪电是没有的了。然后其他地方就没有改模的地方了，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可以快进到它的变形环节。Come here, Thunder Saturn！好了，我们这个闪电打鼓奥也是合体完成。我们这个雷鸣合体啊，这个名字还是很好听的。那首先来看一下整款玩具的这个外观表现吧。从脚看到上就是这个样子。哦，整体上这个这个电镀的点缀真的很帅，这个贴纸也是闪闪亮的。然后从后面看的话，这边就有点耷拉下来。从后面看的话就是这个样子。整体这个互动感还是很不错的，我觉得。这边少了一步啊，又忘了一步，要把这个抬起来。然后来看一下一些细节的表现吧。首先来看这个头部的表现，来看到这个头雕的部分啊，这边这个电镀是很闪亮啊。然后这头盔呢也是很好看啊，很有这种超级系机器人的感觉。然后两片大耳朵也显得很威武啊。然后胸口的话也是一整块的电镀。这个文章说实话我没有看懂是什么意思，但是两片的这个贴纸是一个闪电的图花，也是一个反光贴纸啊，很帅气。然后胸口的话就是一个鸡头了，然后下面的话两个闪电在这边，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大小对比的话，我们再拿出这个 D 级的天尊毁灭柱来进行一下对比啊，差不多是两只的一个大小。整体上这个大小还是比较可观的。然后我们再拿张图片跟这个G1冲天炮人形进行一下对比啊，可以发现，说实话，闪电打鼓好像赢的太多了。这个配色是真的很好看，我觉得。再加上这个胸口的这个纹章和这个头部的
一些变更啊，感觉上是非常的霸气啊。我们这个闪电大国奥，相比我们这个G1冲天炮，可能就是有点这种单调啊。然后来看到整款玩具可动的表现啊，首先就是头部的话，因为变形结构的需要嘛，你是可以达到一点低头的效果，啊，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手臂的话，然后大臂肯定是没有可动啊，然后小臂是因为变形结构的需要嘛，所以说它是有一些微微的可动在这边设置。然后下半部分的话，就是这个地方是可以往后进行后踢的，也是变形结构的需要。然后其他部分的话就没有任何可动，毕竟是一个老玩具嘛，它的可动的话是次要的。然后我们来到武器的部分啊，首先就是它尾巴的这把枪啊，冲天炮的话，这把就是冲天炮的枪了。但是闪电达国奥的话，它需要和前面的这个像轨道炮一样的部分进行一下2次的合体啊。这边是有2个滑槽的，刚好可以滑进去，我还是比较舒服的一下，然后才能合体成它这一把这个闪电来福枪啊。然后这边是炮口，然后就可以这样拿在手上，还是比较威武霸气的一把。但是如果你没有这个配件，你其实单拿这个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然后另外一把就是我们这个闪电长枪啊，桑达浪萨。按照说明书讲的话，它是把这个地方这块凸出来的这个 L 型的卡槽，然后卡在手上的。但是我感觉这样拿好奇怪啊，因为毕竟长枪的话，一般来说是不会有这个东西的。所以说，按照我个人的习惯，我更喜欢把这个枪拿住它的本体，然后这个像一个小护手一样，感觉会更加的好看一点，也会更加合理一点。然后差不多就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这个闪电雷的小人日常是没有地方放了，那其实可以的话，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地方，然后手搭在这个地方，感觉像是啊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啊，然后坐在这个机翼上看远方的这个风景，还是有这样的感觉的。好了，那我们这期视频呢也就介绍到这边。哇，本人还是比较喜欢勇者指令达国奥系列的，能收到这个合授权的版本，然后还能收到一个散货啊，我觉得是真的非常的开心啊，能给我带来很好的一个快乐的回忆啊。因为勇者指令系列其实相对来说，这款打鼓闪电是比较难收的，国内其实更不用说，日本也是比较难收的，而且能收到的价格都比较高啊。我是去这个雅虎上面拍卖的这个散货啊，然后在这边也是蹲到了一个梅如上面的一个好价，所以说还真的是很开心啊，因为本人是比较喜欢打国奥系列的。然后这款玩具呢也是这个充电炮的改模，所以说如果你想拿来当充电炮玩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然后这款玩具其实是可以还原出充电炮所有的玩法的，包括充电炮的那个基地模式也是可以做出来的。但是因为我更想以这个闪电达国奥的姿态给大家介绍嘛，所以说这边就不给大家多变那2个形态了。好的，那么这期视频就介绍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